男人将黑色塑料袋套上马桶，在众目睽睽下释放天性，然后挖一勺泥土与其充分搅拌，最后打包好丢入深坑。在末日般的生存环境里，为了防止有人觊觎自己的大便，造成疾病的传播，社区内的所有人都必须严格管控好自己的卫生。这是一部2023年韩国最新上映的灾难惊悚大片《混凝土乌托邦》。故事讲述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地震袭击首尔后，整座城市变成一处废墟，只有一座名为皇宫公寓的建筑屹立不倒。附近的灾民纷纷涌入避难，等待政府救援。然而过去数日，依然没等到任何救援队，这才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场简单地震。很快物资面临匮乏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，只能以物易物。蜡烛、汽油、电池成为了抢手货。男主明成脱下手表，才勉强换来一个黄桃罐头。本想和老婆两人独自品尝，但看到收留在家的难民小孩祈求的眼神，小美将罐头分给了小男孩。然而灾难面前，人性的自私慢慢展现。很多外来避难的灾民开始偷原住民东西，甚至入室抢劫。小美是名护士，面对伤者，她不问身份，给予施救。这时房间内突然发生爆炸，众人纷纷退开避险。一个男人奋不顾身地提着灭火器冲了上去，见到火势依旧没办法控制，他又出来找到消防栓，示意大家拿着喷头往前面拉。喷淋头如烫手的山芋一样传到明成手里。明成很不情愿地往前走去，因为当天零下20度的低温，水枪被冻住。施法过后，水流恢复，两人配合浇灭了这场大火。事后，商场的保安和妇女委员会的负责人找到男人表示感谢。男人名叫金英卓，自称住在902房间。保安调查发现，这场火灾是因为难民非法闯入原住民家中，违规使用燃具导致的。所以，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召集了所有原住民，开了一场紧急会议。这样的困境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，迟迟等不来救援队，很快就会面临物资匮乏。所以，让所有原住民投票决定难民的去留。开始，大家还为此有些争执，觉得人类在灾难面前要互相帮助。直到妇女主任一席话点醒了大家。 솔직히 지금 여기 들어와 있는 외부인들 태반이 그린페이스 인간들이잖아요. 네. 거기가 평소에 우리 얼마나 무시했어요? 자기들 단지에 아주 발도 못 붙이게 하고 학교 섞인다고 지랄들을 하고 아주 정말로 입장 바뀌었으면 하는 사람들 그 단지 발도 못 붙이게 했는데 안 그래요? 不过小美身为护士，救死扶伤的职业素养还是让她投出了反对票。但架不住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将难民赶出去的决定。 既然决定建立新的社会，那就必须挑选一名领导人出来。这人必须要有牺牲精神，必须是一位可以用生命守护大家的领导人。众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金英卓，他们开始制定计划如何驱逐难民。被迫选为代表的金英卓找到明成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不可避免的会有冲突。看着自己满是疮痍的双手，明成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。灾难面前，人是不是应该自私一点？地震发生的那天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人被汽车压住不得动弹，当时附近好多热心人都出手相救。然而看到灾难再次袭来，所有人出于 自保都纷纷逃走，连女人的老公最后都放弃了她。 自己躲在汽车里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这让他意识到，末日之下，活着最重要。金英卓召集所有青壮年成立保护队，冲在前面。一名戴眼镜的小哥说他有严重的肾病，不想参与。第二天，广播以分发住房为由，召集所有难民到广场集合，实则想通过武力镇压驱逐他们。就连在公寓做了20年的保安，也毫不客气地遭到驱赶。这时，一个青年从人群中走出，说他身边的这位是国会议员。金英卓作为居民代表，告诉议员：“天王老子来了，没有房产证都必须走。”冲突随即发生，公寓内的老弱妇孺都纷纷赶来齐力将外来者挡在门外。突然有人朝着金英卓脑子给了一棍，金英卓颤颤巍巍站起身，依旧挡在群众身前。男子看状又给了一棍。 但第三棍袭来的一瞬间，金英卓夺过了武器，气势吓退了对面众人。这时楼上砸下无数个花盆砖块，难民们只好落荒而逃。事后金英卓的英勇更加得到人心，众人为金英卓欢呼，为皇宫公寓欢呼。建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制定规则，第一条便是公寓只属于居民，只有居民才有资格入住。第二条，物资按劳分配，为社区出力多的获得物资更多。保卫队升级成反恐队，号召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主动参与，同时还成立了维修部队和医疗部队，一切好像都向着好的方向 发展，每天都有男人们出门寻找物资。这一天刚出门就发现了冻死在外面的国会议员，他们对周边进行了扫荡式搜寻，与其说是搜寻，实则是掠夺。这天他们找到一处小超市，刚撬开门准备进去洗劫，一个男人提着枪走了出来。 金英卓假装上前道歉，安抚男人情绪，实则明成已经偷偷走到店主身后。众人制服店主后，金代表将男人打至奄奄一息，将他的小超市洗劫一空，并顺手抱走了2条宠物狗，完全不顾小超市老板还有妻儿要照顾。他们的传闻令附近的难民闻风丧胆，越传越离谱。 但凡他们路过之处，难民都抱头鼠窜。白天的大丰收，晚上众人就举办了庆祝晚会。2只小狗也不幸上了餐桌。一旁的肾病小哥，他只是简单的吃了几口，打包了一些就回屋去了。
这时，远处一辆汽车驶来，车上走下一名女孩。妇女主任介绍，这是原本住在903房间的，因为灾前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，很幸运现在还活着。然而金代表听后却神情凝重起来。女孩住在903，意味着就住他家隔壁。他找机会跟着女孩进了房间，借着送物资的名义试探女孩是不是认识自己。原来金英卓并非本人，他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攒了大半辈子积蓄，打算买皇宫公寓房子，不料被原本住902的金英卓本卓诈骗。地震那天，他正巧上门找金英卓理论，金英卓不但不还钱，还百番嘲讽。一怒之下，当着金英卓瘫痪并失语的母亲面杀掉了他。碰巧这时地震袭来，后来发现金英卓本人是个宅男，公寓几乎没人认识他。突然有一天，公寓楼下出现一具尸体，一旁还写着挑衅的词语，很明显是之前被驱逐的难民报复所为。接连发生几起的人员伤亡，让金代表决定严格管控人员进出，并彻查公寓里有没有人私藏外来者。深夜，金代表来到肾病小哥房间巡查，发现了一罐蚕蛹，而平时几乎不出力的肾病小哥是不可能获得蚕蛹这样的补给品。金代表果然在床下发现了之前小美收留的母子2人，而罐装蚕蛹正是小美一直偷偷给他们送来的物资。金代表早就留意到小美时常会偷偷给眼镜男送物资，起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公寓内居民现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必须肃清所有藏起来的外来者。肾病男也因私藏外来者，强行洗劫了他的物资，并软禁了起来。明成得知小美一直偷偷资助难民母女，害怕小美也被追责，他主动找到金代表下跪道歉，要求金代表网开一面。因为平日里明成出力最多，金代表表示既往不咎，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。经过一番大规模的肃清，他们驱逐了所有外来者，并让这些末日下还存留善意的居民下跪谢罪，强迫他们对着其他居民大叫200次我错了。这种惩罚激怒了被软禁的肾病男。然而他的死并未改变任何现状，居民们甚至觉得他本来就是个麻烦，还占用资源。只有小美为此感到愤愤不平，但无能为力。冷漠的居民随即焚烧了肾病男尸体。突然发生的余震将一处水源引入皇宫公寓，居民都去感谢大自然的恩赐，只有小美和新来的女孩还站在被火焚烧的尸体前。女孩告诉小美真相，她其实见过902的猪，现在的金代表也是外来者，虽然只见过一次，但她确定金英卓本卓是个猥琐男。那天她好心将送错的快递上门还给他，却引来了猥琐男的言语调戏。那副嘴脸至今记得，根本不是现在的金代表。就在人们忙着收集水源之时，两位女孩想着如何拆穿金代表的身份。她们趁着掠夺大队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，凿穿了902的房间。屋内十分整洁，但已经找不到任何能证明金英卓身份的物件。突然，一处被胶带缠绕的冰箱引起了小美注意。他们拆开封条，打开后一股恶臭袭来。另一边，明城他们虽然收获满满，但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附近难民的袭击，伤亡惨重。死者家属开始纷纷指责金代表。这时，两个女孩搬来了冰箱，将从金英卓本人身上搜到的身份证件丢在了金代表面前。大家打开冰箱并核对了身份信息，现场一片哗然。只有明城试图帮金代表解释。显然这套说辞居民们并不买账，他们将金代表围住，试图轰走他。愤怒的金代表认为这一切都是这个新搬来的女孩导致的，他怒目圆睁地冲开包围。一把拎起女孩，像丢垃圾一样将女孩从高处丢下。居民们被这疯狂行为吓得不敢动弹。就在这时，明成提着枪对准金代表，生怕他继续对自己老婆报复。然而金代表丝毫不慌，因为枪里根本没有子弹，所有子弹都在他口袋里。他一把夺过枪，装上子弹，将枪口对准群众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外来者拿着武器对他们发起了进攻，冲突随即发生。金代表提着枪誓死保卫公寓，明成带着小美趁乱躲了起来。很快，金代表枪里子弹用完，手无寸铁的皇宫公寓原住民被入侵者打得节节败退。这时，一颗自制手雷丢向人群，金代表奋不顾身地捡起，试图丢回去。
可爆炸依旧让金代表身负重伤，他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回到902房间，倒在了屋里。逃亡中，明成为了保护小美也受了伤，他们躲在废墟中过了一夜，明成也不治身亡。韩国电影再一次通过末日的视角将人性展露无遗，掠夺小队洗劫小超市时，在金代表立场，超市老板的反抗阻碍了全公寓人们的生存发展；而在超市老板的立场，金代表一伙人直接导致了自己一家人走向灭亡。现实中，我们更希望看到像肾病小哥一样，即使自己邻居也要为别人撑伞的善举。然而末日下，这样的善意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。从不相信什么人性本善，试想一下，如果社会秩序没有法律约束，人间又会是怎样的地狱？就如影片中小美问新来的女孩。 善良从不是一种天赋，它是一种选择，而恰恰因为如此，女孩公寓之外看过人性的弱点之后，依旧选择善良，才是最可贵的。虽然影片中所有的善良都没得到善终，但我依旧希望大家选择善良，向阳而生。只有这样，在末日下我的生存概率才会更高。